近来，中方已多次清晰全面地阐明了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表达了加强国际合作、劝和促谈的强烈意愿。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做工作。不过，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仍不断向中方施压，甚至泼脏水，企图将自己的责任甩给中国，并妄图把中方也拉入到美国针对俄罗斯搞地缘政治大角逐的进程中。对此，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直播采访，再次就乌克兰问题等阐述中方立场。但美国电视台女主播竟在9分钟内20多次打断秦刚话头，美国式傲慢，连外国网友都看不过眼。秦刚大使周日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民节目主持人布伦南的直播采访。President Biden asked Beijing not to provide any kind of support to Russia. Is it your intent to go ahead and give a lifeline to Vladimir Putin? On Friday,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Biden had a video call. It was candid, deep, and constructive. President Xi Jinping gave China's position very clear. That is, China stands for peace, opposes war. China is a peace-loving country. We hate to see the situation of Ukraine come to today's, like this, and we call for immediate ceasefire, and we are promoting peace talks, and we are sending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Will you send money and weapons to Russia, though? Well, there's a disinformation about China providing military assistance to Russia. We reject that. You won't do so. Beijing will not? What China is doing is send foods, medicine, sleeping bags, and baby formula, not weapons and ammunition to any party. And we are against the war, as I said. We will do everything to de-escalate the crisis. 谈到中俄关系，秦刚表示，中俄互信关系是历经多年在广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俄有长达4000多公里的边界，双方有广泛共同利益。同俄罗斯的互信关系使得中国能在推动和谈的国际努力中发挥独特作用。秦刚强调，中国是解决问题的一方，而不是制造问题的一方。Actually, on the second day of Russia's military operation, President Xi Jinping did talk to President Putin. Was that their last asking phone call? President Putin to think about resuming peace talks with Ukraine. And President Putin listened to it, and we have seen 4 rounds of peace talks have happened. Let me continue. China's trusted relations with Russia is not a liability. Actually, it's an asset in the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solve the crisis in a peaceful way. And China is part of the solution. It's not part of the problem. 对于中方是否会加入到谴责、制裁俄罗斯的行列，秦刚回应称，这种形式太天真了，谴责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俄罗斯会因谴责而退缩，会让人感到惊讶。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长久之道在于通过谈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Condemnation only cannot work. What we need is good diplomacy based on vision, wisdom, and courage. And looking ahead, the enduring approach to the security issue in Europe. 令人气愤的是，秦刚在采访过程中屡次遭到主持人打断，9分钟被打断23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当天的节目中，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乌克兰驻美国大使被主持人打断的次数都是0。近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频频通过各种渠道带风向，称中国需要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甚至接二连三放出毫无根据的言论，指俄罗斯打算向中国寻求军事援助等等。
事实上，乌克兰危机之所以发生，美国和北约难辞其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拜登的视频通话中，特别引用中国2句俗语：“一个巴掌拍不响，解铃还须系铃人”，指的就是乌克兰危机表面上是俄乌冲突，但根本原因是美国和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就欧洲安全架构不妥协而产生的一系列危机的总爆发。造成这种没有妥协空间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和北约从来不关注俄罗斯在欧洲安全方面的合理需求。其实在美国有很多人是批评北约的东扩的，例如美国驻前苏联的大使凯南也是著名的遏制战略的提出者，他就认为北约东扩是美国犯的最大的外交错误。还有著名的美国战略学家，就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也认为责任主要在美方，而且根源也是北约东扩。所以，但是美国政府就是对此是置若罔闻，然后一直一意孤行，也导致了乌克兰危机。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确实责任是主要在美方的。有分析指出，俄乌冲突久拖不决，也意味着当前国际事务中，欧洲安全架构和构建本身存在致命缺陷，既不平衡，也不有效，还不可持续。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在集团政治逻辑和冷战思维观念主导下，欧洲安全被硬生生地塑造成分裂与对抗。而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依旧固守这种逻辑，尤其是美国，还在亚太地区搞所谓印太战略，本质就是要构建所谓印太版北约。如果美国不改变这种集团政治和冷战逻辑，那么全球的安全架构就是高度分裂对抗的，不可能出现持久的和平与安宁。所以中方强调，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区域和全球安全架构的再思考、再讨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迫。这与美国集团政治冷战的逻辑完全不一样。乌克兰危机本身在欧洲已经是灾难了，中方不希望这种危机在亚太地区出现翻版，更要警惕出现在自己的家门口。首先是他们发起了很多制裁，这些制裁，说实话，短期内，这些制裁，并不是非常有效，但是确实加剧的这个危机，而且美国不仅是使用它的长臂管辖来进行金融制裁，而且还将制裁扩展到许多不太相关的领域，比如说文化领域，这就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美国不断的煽风点火，给相关国家提供武器援助，这实际上是把乌克兰推到前台，而自己去撇清责任，而且还使自己的军火商大赚其钱。但遗憾的是，美方一方面将自己制造的乌克兰危机的责任和后果硬要让中国来承担，甚至威胁警告，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援，将会导致影响及产生后果，企图以此把中方也拉入到美国针对俄罗斯搞地缘政治大角逐的进程之中。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表示，中方将同俄方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最近几年是试图把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来全力应对中国。但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资源重新转移到东欧地区，这就使它在亚太地区应对中国的资源可能出现紧张。就乌克兰危机，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上周六的讲话中提到，时间将证明中方的主张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事实上，中国始终在致力于恢复乌克兰和平的进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未来仍将继续扮演这种角色。周一，继此前中国红十字会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后，中国政府决定再向乌克兰新增1000万元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将继续为推动乌克兰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愿为克服人道主义危机做出自己的努力。